Hello， 这里是加油棒健身，我是小萝卜。今天有个特别节目，那就是加油棒体验课。今天约我体验课的是个特别的粉丝，他是一位船长，让我们欢迎一下他。我是郑毅，我今年23岁，我来自青岛，我是一名职业的帆船运动员。我现在正在做克里伯的环球帆船赛，青岛号的大使船员。我第一次见到帆船是在2006年，只有9岁。在今年，我们已经完成了6个比赛，分别得了3个第1名和1个第2名和1个第3名。Congratulations！ 青岛，青岛，青岛！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那名船长，也是一名职业的帆船运动员我也是小萝卜的一名粉丝，然后我健身的有2年的时间了。然后本次你想练什么？今天是国际推胸日我希望能跟小萝卜练1次胸，然后让我的胸爆炸。我之前看了你的那个照片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我觉得练的还是相当不错。但是我知道的是，练成你这样身材是非常困难的，大众应该是理解不了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也会对你做一些小的一些采访，让大家了解一下你，好吧？好，太开心了。了解一下你这项运动，因为真的太酷了，太酷了。我们今天练胸，在练胸之前的话，我们把我们的不光是胸，还有我们的背，还有我们的肩膀都需要去放松一下，好吧？好。然后我们主要以放松上半身为主，然后下半身的话，我们练腿才会放松。好。你自己刚才说是练2年了，是吧？练了断断续续有2年吧。断断续续2年。那最开始是怎么开始健身的？也受我父亲的影响，然后我爸爸呢是一名海军。海军？对，是名海军。所以你是帆船运动员。帆船运动员，然后在海上航行，然后我爸也是。年轻的时候也是在海上航行，父亲这方面，我爸还是非常支持我参加帆船这项运动的。而且我健身的由来呢，其实也是我爸的一个梦想，因为我爸很喜欢施瓦辛格，然后从小的时候6岁左右的时候，我家里边就有很多健美书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就很多像施瓦辛格啊，像各种一些健美先生的照片，我从小就这样翻，我觉得好酷啊！我也想要这样的身材。那你来对地方了，我们这边楼下就有施瓦辛格。对，这就是我爸的偶像，我好想带我爸过来。你爸现在还练吗？我爸练，每天都训练，每天都训练，每天都训练，训练比我次数还多。因为我在比赛的时候，他依然每天都去健身。把他带过来，好吧？好，活动一下我们的一些肩袖啊，然后我们的一些肩胛骨啊之类的。你可以找个弹力绳去做一个环绕。OK。环绕方式有很多种，有这样子环绕。有这样环绕，然后呢，再活动肩胛，我们用小拇指去往外掰，去夹我们的肩胛，10到15个左右，把它反过来，然后呢，去做个夹胸，也是10到15个，然后我们重复2遍，慢点，放松一些，好。那你们去做一个航海运动员的话，你们需要去做一些体能测试吗？对，我们是需要做一些体能测试，比如说卧推自身体重的1.5倍，1.5倍。你现在多重？我现在80，然后就要推120。很多人来说不是很容易哦。对，不是很容易，而且对于我们帆船运动员，其实更多的是体能，我们的核心的力量，还有一些。你们体能测试有哪些？我们体能测试可能有划船机，在运动队的时候，我们要跑1万米，做夹胸。对，跑1万米大概是要在43分、44分之内。你练胸遇到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右肩可能会有点响，体态的问题。体态的问题，因为我有点溜肩。帆船运动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个摇摇把嘛，就有个这样的东西。对，就像一个帆呢是大概有500多斤重，然后500多斤，对，500多斤重，然后抬上来呢需要4、5个人把它抬上来，还要把它升到桅杆上面，桅杆呢是30多米高，然后你等到那个帆受到风的时候，可能那个力量只有几吨甚至10吨。对于很多运动员来说，他不需要像健美运动员一样，我们需要练得很对称。但是对于其他运动员来说，没有这样子，他需要有爆发力，他需要有实用性，他需要耐久力，所以会导致一些体态问题。遇到了一个手枪的射击运动员那他就一直用右手打枪，然后他就是右边的这个体态特别糟糕，他甚至他的脖子都不能往这边，因为他常年都是这样转。专业运动员为了他的专项训练，其实有很大的牺牲，这是为什么一些专业运动员
等到他们比如说退役之后，他们需要专门的康复才能回到一个正常人。是的，而且还有一些运动员就是平时不会控制饮食，都不会训练，对，所以等到他们退役以后就就是吹起来。胖得很厉害。所以说接触到健身之后呢，就对自己的身体管理有了一个更高的要求，因为我很怕我停止比赛之后就身体会嘣。你要做这个运动要做多久？我觉得会做一辈子。帆船这个运动，你年龄越大，阅历越多，可以当老船长。我觉得我还有大把时间可以去玩船。啊，别人开车你开船。对，热好身，然后我们准备去进行训练。好。因为你刚刚说你肩膀有一点问题，所以我不会把这个放得特别后面。你要考虑到自身这个情况，慢慢的、逐步的我们增加我们的这个拉伸。OK。然后重量也放轻一点。OK。做的时候不要就一起拉，先拉一遍。好，再拉一遍。身体保持中立，拉伸，吸气。吐气，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存在这个问题，但很多人是因为放重量的时候受伤的，所以避免受伤的话，尽可能两个手，OK， 就是放一个再放一个 ，OK。一般来说，我们会要求嘴巴呼吸，是因为我们能够看得到你的呼吸节奏。我们的训练质量是什么？节奏就是训练质量。好，呼吸，吐气。好，哇，好炸！观察他训练的时候会发现。他弹得很快，就什么意思？他的呼吸没有跟他的动作融合在一起，就是很多人时候很注意象形，就是这样。大家放的时候就会弹开来，但我说的是我们的呼吸跟我们的动作融在一起，什么意思？就你拉伸多快，你吸多快，但很多人他不是只注重吐气一下。然后尽可能让你的肩胛保持中立位就可以了。它就是我刚刚说的一个问题，它在做拉伸的时候，它不是靠胸部去拉伸，它肩胛会有一个回收，它肩胛会有一个后缩，肩胛骨往做一个回收的时候，你的胸部就已经没有这个张力了，肩胛保持中立位，这才能拉伸到胸。但是很多人是这样子，懂？它是靠肩胛。好，走。哎，有感觉。好，这是很多人犯的错误。对。这现在就完全是在胸上，尤其是拉伸的时候，这是为什么导致他刚刚节奏跟他的这个动作是连不在一起的，很多人犯的错误。哇，好炸！是有感觉哈，有感觉。现在而且他这样子会，刚才没有响了，对，不响了，很多人重量上不上去就是这样。当你在做离心对抗的时候，你肩胛做一个这样，它是这样子的动作。No， 是这里不要固定，不用动，是靠胸部去拉伸。这是我一个长久以来一直犯的一个错误。不按照正确方法做，对，你到后面你的平移期会很长。对。训练第一动作是经典杠铃卧推。对，就杠铃卧推可以基本上暴露你的所有问题。你的重量是否有没有增长？你的胸部的发力感如何？肌肉的这个弹性张力如何？动作的标准性，你的技术全部放在这里。越简单的动作，往往越容易犯错。对，觉得它简单。导致受伤，所以我们从轻的开始。好，那小罗，我问一下，怎么才能判断出自己这个把位的这个掌控？直接就告诉别人你该握多宽，这是在我看来是不严谨的，因为每个人肩膀的宽度、手臂的长度不一样，握距不一样。明白。然后每个人习惯的发力肌群不一样，你的握把也不一样。如果习惯性三头发力多一点，一般来说会窄一点。如果你前束相对来说发达一点，一般是很多人握宽点，所以不一样。因为我刚刚感觉你肩关节是有点受限的，所以不要握太窄，这样下去拉伸的时候其实比较困难。放这里，好，弹起来。好，我们把腿抬起来。腿抬起来有个好处就是在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我们的胸部的拉伸和收缩可以达到一个极限。腿放下去的时候，我们胸部会自然的挺开来，距离会缩短。好吧，我们所以把我们腿抬起来，你会发现是不是腿搭起来以后，你的拉伸会比之前多了一点。对，感觉更孤立了一些。对，碰到我，4，很好，3，很好，2，很好，走，漂亮。好，下放，吐气。就等到我们做大重量的时候，尽可能不要去用非常新的方式，因为我们新的方式是慢慢养成的，不是说突然蹦。我带你一次就可以了。明白。好吧，然后我们现在再加一个重量，但我会让你先回到你的姿势。好，可以把腿放下。对，可以腿放下来。6，很好，再来2个。7，很好。8 ，OK。很炸，很爽，做好功课。但刚才你看，我们把它放在第一个动作，稍微热身以后，你还能找到胸部的感觉。对，这种感觉还是很胀的。好，稳定。
呼吸，节奏，3，哎，漂亮，走，走，很好，稳定。啊，好爽，这种感觉特别爽。萝卜的辅助怎么样？对，萝卜的辅助特别爽，而且今天的心情特别的开心，你知道吗？然后碰到了一直想见的小萝卜，也是我一个健身一开始看视频的一个启蒙师，然后也是同龄人，非常的有那种交流，还有那种灵感。所以说见到本人之后非常开心，也是会提高了我今天的这个运动表现。对，现在刚才是我们第一组，然后我们大概完成3组。好 ，OK。我会发现，在我辅助过程中，我会发现你还是会有一点体态问题。所有的这些体态问题，在训练中间是得不到任何的解决办法的。不要通过训练去解决体态，你要通过之前的放松、拉伸去解决它，以及请一些专门的物理治疗师或者理疗师帮你去松解。自己在训练中间不要尝试不停的调整你的体态，因为它会让你分心。你分心以后，训练的时候会更加危险。是的，是的。好，吸一口气，吐气，哎，比刚好。3，走，4，啊面具出来了，面具出来了。啊，好爽！好说啊，如果你是黑人翼的话，我就直接最开始就猜8个了。我刚才你说10到12个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有点悬。接下来是下旋推胸，手肘顺着这个器械，不要太高，也不要太低，太低3头参与多，太高把肩膀暴露太多了，我们就是完全的胸。这黑人翼也推了，跟那个刘梦毅也推了。对他们推到底了，推到底了，对。然后我回去那个器械我也插到了底，也能推起来。结果发现过来之后是2边的，一边75。对，就很多人低估了我们的重量。你平时你推多少？最多40吧，我觉得。40。对。行，我估计40有点悬啊，你们大家看一下。也是一样，肩胛不要被带着往回收，好，放出来完全胸。哎，对了，你呼吸，吐气，2。OK， 好。会不会很顺滑？好爽。对，这个器械是不是很顺滑？对，超多人过来就非常爱这个器械，推起来就很有安全感。又爱又恨，因为这个推不了很重，但是推的会，一看就经常上油。完全在胸上6，再多一点点，7，漂亮，就像刚才一样。8，再来2个，9，再来1个。慢慢放，慢慢放。哦，这是你刚刚说的重量啊。40啊，我们完成8到10个才算你的重量。好。3、2、1，哎，1、2，呼吸，3，再多一点，4，来10，漂亮。不容易，不容易。要炸了！你们没有看到他的胸其实是很大的，你可以看侧面看一下，这个胸是很大的，好吧？所以他才会推40。兄弟们，你们下次来加我棒的时候看一看，推这个就好有安全感，踏实。一般也没有人这么形容他，真的就是很踏实，你知道，就跟一个船，我们把这个船打理得特别好，然后马上要出发了，就对这个船非常的踏实。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期待，就是我是很想去环球的。所以你们遇到过最美的一个景象是什么样子？最美景象其实对于我而言吧，就是很崩溃、很落寞的时候，20个人只有两个中国人，所以说你在那种环境中，语言是很重要的。另外男女，因为我会一直跑嘛，他另一个会来回换，每一段会换。所以说那个时候你很崩溃的时候，我们帆上是有个中国国旗的，本来是在帆里面的，然后升起来的时候，就那种民族自豪感，就是不忘初心，你知道吗？就是看到国旗就想到我为什么要来参加比赛，我为什么要代表青岛、代表中国去参加比赛。那个时候民族的自豪感，我觉得那是我见过最美的风景。日落啊、日出见到太多漂亮的，但是那种都不如民族荣誉感，我觉得是最美的风景，就非常的骄傲，你知道那种感觉。真正你在异国他乡，对，感觉被冷落的那个时候，是你想站起来看到国旗，那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对，非常为你骄傲。谢谢，让我骄傲一下。我们大家看好啊，8个就是8个，你超过8个，你超过8个我不要手机。4、5，我的手会告诉我它不标准。6，哎呀废了，走。我握不住了。
完了，走，我想再来一个，走，漂亮。不标准，不标准。他还是有运动员精神的，就还是想再拼一个。对，接下来一个动作，我们做一个平板的一个夹胸，然后因为你的肩膀是有一些问题的，所以我们对握夹胸的，对握或者对握推胸的一样动作。然后1、2、3躺。双手吧，你感受一下他个肌肉，对，好，小心。我感觉我都充血了，好硬，好大。其实我这个胸已经变成加武棒体验项目了。萝卜，我能摸一下胸吗？我说你都说完了，我一定要把这个体验感回去告诉我的小兄弟们。我这个胸不是随便摸的，是需要故事来换的啊！你们注意夹的过程，我们手肘往里面夹住，直接往中间推，然后从外面画圈，对。呼吸跟动作有点换了，漂亮，哎，这就对了。稳住2，再多一点点。稳住。吐气。哇，操！可以了，放掉。那这个差不多是你的重量，我估计再往上加有点困难。在海上应该是没有信号。对，你们能办到1年不玩手机吗？你是怎么耐住寂寞的？其实一开始，我是一个很喜欢刷热搜、刷 B 站，还有一些视频平台的一个人。前几天是十分的难熬，你不知道这段时间用来干嘛。就是当你看到美丽的日落、美丽的彩虹的时候，你就会突然忘记了，哇，其实我是一个生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 human， 一个人类，我应该享受大自然。那个时候你就放下手机，然后尽情的欣赏美丽的风景，对手机啦没有那么多依赖，就是享受大自然给予我们人类的东西。对，因为我们应该享受生活。手机是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。对，去年的这个时候，我们从澳洲出发，当时要前往国内，但是当时还没有疫情爆发，当时在海上漂流了26天，本来那一站要停3亚的，结果。中国因为有疫情没有停，直接去了菲律宾。当我收到信号，手机咔收到信号，啪打开微博，发现就武汉已经有3万多例，就那个冲击感，就突然我脑子就炸。而且当时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科比去世了，我当时眼泪就直接流下来了。我好像在另外一个世界消失了很久，然后突然回到了正常的世界。你是突然感觉这时间过得非常……对，就感觉就消失了正常时间，然后忽然回来。说不好听的，突然如果说对面来了丧尸，我们都不知道那是什么，很震撼了。对我们来说很震撼，对你们来说肯定是对，更就突然就那开始了。好，对了，我直接往中间挤，对，还有2个，2，最后一个，哇 ，OK， 很炸。我觉得呼吸很重要，我之前一直就是感觉在憋气。最后一组我们做个变形，我们做10个全程，8个下半身 ，OK， 8个下半身 ，OK， 好吧。5，哎，漂亮，接着这个节奏，慢点，漂亮。4，胸停。3，2，最后一个1，我也拿不起来了。接下来我们到了我们的这个2楼，很多人不知道我们加武棒有2楼。对，这就是和那个程一山打乒乓球那个。对。我以为你说这就是那些女孩子在这边做那个深蹲的。注意一下。有一点像这样的握，不是这样对握，也不是这样的握，我们往这里，有点泄势的感觉。对，有点泄势。看你的表情，我都知道你满足了。太大了，一定要亲身过来感受一下才知道。呼吸匀了。哎，对了，我们就要练这里。你们能看到他的手吗？所以动作不用多，我让你们做6个动作，你们都觉得少。你看到没有？他这样的训练强度都感觉到有点累了。而我们训练可能也就45分钟左右。对，是的。做10个以后呢，8个半程，然后紧接着膝盖跪在这里做俯卧撑，然后再做15个，好吧？巨人组。再多一点点。5，呼吸。4，走。3，走。1，OK，慢慢放。
俯卧撑，直接跪地做俯卧撑。4，很好。3，2，很好，多一个。哦，跟我都快抬不起来了。这组给你组间休息时间长一点。问你一个问题啊，做这项运动的时候，我知道很多人是因为不同的原因，应该会有很多故事的发生。但有没有什么浪漫的事情让你感动的事情？其实有来自世界各地很多国家的地方，没有手机的情况下，大家都喜欢敞开心扉聊天嘛，在那个空间大家都是家人，对方负责，然后你的生命由我来保护你，就这种感觉。然后其中我们船上有个船员是一个加拿大人，他叫博尔陈，他比较年老，他都60多岁了。但他环球的原因呢，是因为他妻子的一个梦想。大家可能想象不到他带着什么去的，带着一个骨灰盒。是他参加比赛之前呢，他妻子得脑癌去世了，然后他知道他妻子特别喜欢有一个环球的梦想，然后他就带着他妻子的骨灰盒，然后里面他骨灰，带着他去航海。然后每到一个美丽的海洋，加勒比海或者是大西洋或者赤道的时候，撒一点骨灰到海里。然后他也在收集一些捐款和基金，然后捐给脑癌的基金会，然后也帮助那些患脑癌的那些患者早日能恢复自己的重生。觉得这是真的让我很感动，特别感动。组间休息在问你的时候，感觉在考验你的心肺。我觉得。接下来我们做一个3头的一个超级组，然后主要刺激我们的外侧跟内侧。就是你可以看到，其实外侧它面积挺大的，它其实内侧包括长头的面积都不是特别够，但是外侧分离度又不太够，所以我会都练。可能长头我今天刺激比较少，刺激它内侧头会多一点。第一个是我们的反手，反手的话主要刺激我们的一个内侧偏多一点。好，往外掰。然后做15+15，好吧？这个是轻重量，轻重量，轻重量，是要肩胛骨收紧吗？中立位，永远不要什么叫收紧，就是其保中立位，就是保持一个让它稳定就可以了。手腕一定要打直，不要这样打直。往外下压，手肘可以打往前一点，往手肘往前一点，这样往前一点。哦，往前一点。好，往这样打开。下不来了好，改身，正手。哇，太弱了。大拇指压力大。走，5，走，6，好。你看可以很明显看到它3头其实挺发达的，但是你会发现当偏健美式的训练的时候，他会发现耐力会差一点，而且行程会短一点。现在做个拉伸，好吧？拉伸的时候，我们的肘不要太高，就是好在这里。好，胸往前迈一步。脚步是这样的。呼吸，正常呼吸行，放松下来，大概15到25秒，然后就换边就可以了。明天你告诉我，我会记住这一刻。明天你告诉我反馈，好吗？好。我们一共才大约真正训练时间就1个小时，其实训练强度没有说那么大，因为我们还在边聊天边训练。但我一般会观察，我觉得他休息好了以后，我就停下来，然后让他继续。然后我听说你现在做一些环保的一些事情，为什么会做一些环保的？在我去过了一些人类无法去到的一些海域，比如说我们在海上漂30天嘛，然后无补给无停靠，然后到赤道附近的时候，海洋是占地球的70%，对，很多地方都是人类从未踏足过的地方，但是我依然看到了就是人为产生的垃圾，虽然说它对距离我们特别遥远，但是依然会看到这些垃圾污染物啊，甚至是看到大冰箱在海上飘着。大冰箱的，对，大冰箱，我都不知道它怎么飘过去的，可能是因为洋流啊，还有一些季风啊吹过去，还有一些因为水质富营养化而导致的这个海藻这个滋生。大家可能觉得生活在自己城市里面非常的安逸啊，然后可能遥远的海洋距离我们太遥远了。其实往下水道扔一个塑料瓶，或者是海边随便扔一个塑料瓶，它可能就飘到了国外，飘到了赤道。大家想象一个塑料瓶上面有中国字飘到了国外，这其实是对国内人而言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保护环境，人人有责。对，真的这句话虽然听上去非常的官方，但我们这一代如果感受不到，我们之后的下一代或下一代绝对会受这些影响，所以我们为下一代、为下代考虑一下。非常感谢你，非常感谢，非常。你觉得这训练怎么样？超乎我的想象，你知道吗？我信心满满的，我觉得今天肯定没有问题。结果发现哇，被练爆了。对，被练爆了，而且还需要更加的努力，而且真的，当你亲身的来到这里，你才知道，真的你看到的视频跟你想象中的这些重量啊、这些动作啊，差太多。
差太多。你感觉怎么样？体验加武棒，这是你第2次过来训练，对，这是我所以你第二次。感觉怎么样？真的太爽了，你知道吗？尤其是今天心情很好，而且我觉得我今天发挥超常发挥，心情很重要。而且跟小萝卜一起训练，我觉得把胸真的练透了。你最喜欢加武棒什么？氛围，去过那么多健身房以来，我去过一个比较热情、比较中心的一个感觉，对，热爱这个健身，热爱这个健美这项运动。我这边有一些东西给你说。哦，谢谢，给你准备了。啊，我也有一个礼物要准备给你。虽然说礼物就是我一直在做的一个环保的一个周边，它是由2个塑料瓶，然后拔丝，然后做成用 PET 和一个蚕丝来做成的可回收的丝巾，这是我的一个周边。对，然后上面有我的英文名 Frankie。大家可以给 Frankie 一个关注，给我们正义船长一个关注。谢谢。好，这个是我们的加武棒所有的周边产品。哇，现在就是加武棒的人了吗？对，就是加武棒。我认为只要你热爱健身，无论你是各行各业的，我们加武棒都欢迎你。来，谢谢。这个水杯，谢谢。然后帽子，谢谢。还有最重要的是这个项链。哦，兄弟们，你们还在等什么？带着故事过来吧。对，带着故事过来吧，我带你训练，然后听你讲故事。好，有机会我们再约。好，谢谢大家来加武棒，好吧？感谢大家，感谢大家，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拜。